第2节，父母开始学着在我面前克制情绪。一次真诚的表达，可能胜过千百次自怨自艾的内心消耗。当父母成为了孩子的后盾，改变将悄悄开始。送走父母之后，我差不多就开学了。除了陪我去医院的室友，没有人知道我生病。我照常和他们一起上课，只是话少了很多。我努力保持清醒，害怕记忆衰退，所以每天记录自己当下的感受和心理状态。刚开始只是简单的几个字，比如头晕、头皮发麻、健忘、全身无力等。后来我写得更详细了，除了客观描述外，我还会加一段文字鼓励自己。经过这次打击，你一定会更强大，连死都不怕，还有什么值得害怕呢？会慢慢走出来的。你很棒啊，适当放松自己，要让大脑好好休息，不要多想，不要给自己压力。这些句子是我的精神食粮，一点点喂饱我干瘪的内心。心理医生说，情绪如洪水，可疏不可堵。把内心的想法写下来，相当于让情绪自然流露出来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会紧张到一直咬着牙齿，甚至可以听到身上每个毛孔的呼吸声。我像念经似的重复着，你没有错，你没有错。我只要多想就会头皮发麻，全身起鸡皮疙瘩，只能心无旁骛地做好当下的事。这种前所未有的专注，让我在重复了20年的日常琐事中重新发现了乐趣。五官似乎被无限放大，闭上眼睛，戴着耳机，我可以捕捉到歌声背后锣鼓的敲击声，那些音符在我脑中欢快地跳跃着。吃饭时，我能品尝到米饭的香甜，以及菜汁在我舌尖迸裂的快感。洗衣服时，我能感受到水流在我指尖的缠绵。我的世界变得无穷小，小到只剩下眼前的自己。吃药副作用很大，不到1星期我就停了。我倔强地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得到疗愈。正好学校新开了一家健身房，当时特别想练瑜伽，就办了张年卡。第一次踏上跑步机的时候，窗外是热闹的人群，室内是明亮的灯光。我却感觉身后是万丈深渊，心里惴惴不安，不敢多想，只能不停地奔跑。瑜伽课时会练习冥想，我躺在垫子上，一呼一吸，觉察到心脏鲜活的跳动，脉搏有力的节奏。第一次意识到成千上万的细胞为了我拼命吸收营养，存活下去。1个多月后，室友推荐我去骑单车。刚开始，那种高强度的运动让我吃不消，刚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，汗流浃背。我四肢僵硬，手脚不协调，整个人显得特别笨拙，而且单车房躁动的气氛让我有些无所适从。坚持一段时间后，我渐渐可以跟上老师的动作，随着音乐的节奏和大家一起摇摆。这时，我的大脑和内心全都放空了，什么都不想。音响里的歌声像是有磁性似的，把我所有负面情绪都吸走了。我不再压抑自己，使出全身的力气使劲蹬着车。后来我对单车彻底上瘾了，一天不踩心里发痒，每个动作都熟记于心。战歌响起，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，我就像嗑了药一样疯狂扭动身体，想要甩掉老天赐予我的痛苦。1节课踩完，酣畅淋漓。那时
在健身房每天一节瑜伽课，一节单车，在一静一动中，我得到的不仅是放松，更多的是解脱。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我，在瑜伽房学会了劈叉，下压的时候耳朵贴在地面，闭上眼睛，从外面嘈杂的声音中挣脱出来。我的成绩也没有想象中的一落千丈，虽然与奖学金失之交臂，但还是保持在班级前10。从9月份一直到过年放假前，我每个晚上都在健身房度过。期间我坚持不吃药，虽然过得战战兢兢，但身体和心理状况都没有出现剧烈的波动。过年在家，爸妈不再争吵，我们一家3口变得非常和谐。没有做过家务的爸爸竟然开始摘菜洗碗，说话时也尽量注意措辞。我觉得自己终于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了。但这种转变却让我多了一份拘谨和惋惜。我忍不住会想，为什么非要在我忍受生不如死的痛苦之后才会改变？为什么以前的懂事换来的总是愁眉苦脸？既然结婚时家庭条件不好，为什么还要生下我？如果把我放在孤儿院，我会不会更幸福？新年第3天，我的病第1次复发。昔日的记忆猝不及防地砸向我，我再也不想面对亲戚露出的虚假笑容。我放声大哭，说我好难受，要一个人待着。爸妈有些吓住了，不知所措，只好听我的话，把门锁上，跟亲戚一起走了。他们走后，我两腿再也站不住，立刻倒在凳子旁。我歇斯底里地哭，全身发麻，失去知觉，嘴里自言自语。之后，我慢慢平复下来。妈妈进了房间，我问他们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。他说我爸担心我，半路就急着往回赶。我已经记不清那一天是怎么度过的，只记得那种绝望。我怀疑，我是不是再也没办法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样子了。